大家好，这是趁近日墙外河道修整停水的时间呢，也进行做出的改善修整哈。影片后面再详细说明用途了。先来回顾一下上部影片做出的菜床哈。菜床中间做了一组堆草槽哈，来方便提高继续整理这区域的效率。整理过后的隔天呢，得先看一下土壤整理垫高后的状态啦。由于这墙外就有一道灌溉河流经过哈，而且此处地势较低啦，原本约只比河道满水位高个几公分哈。加上河道穿越不同的住家，所以土壤非常潮湿啊。由于此处在入秋后呢，太阳轨迹偏移的影响，日照也非常低啊。在垫高土壤后呢，土壤表层经过一天还是有干化的现象啊，但也只是薄薄的土壤表面有干掉哈。对于这样低日照的位置呢，就很适合种植喜欢凉爽气候的作物了。所以先在右侧做了大陆妹育苗哈，右侧打算就直接种植大陆妹了，而不进行分撒的原因呢，是在减少浇水，避免杂草快速长出啊，所以只选择一小区块先进行育苗哈。这样的好处是避免草比菜先长出来了，等移植后呢，才进行浇水哈，菜就可以赢在起跑点了。不过呢，菜通常跑得比草还慢就是了。要让菜可以赢在终点哈，就得靠手工清除障碍了。在自然农法的观念里呢，只要草不要压抑到菜的生长哈，就可以暂时不予理会了。而菜床左侧这边呢，正在进行撒种的则是西螺大叶菠菜哈。这种撒种方式呢，改采一次只抓取几颗种子哈，直接进行分撒了。由于菠菜的种子比较大颗哈，一次只取几颗进行撒种呢，可以很容易看到种子洒落的位置啦。至于为何没有先在盆子里搅拌均匀再进行分撒哈，则是此处的土壤比较湿黏啦，不容易将土壤弄到粉碎哈。而颗粒状的土壤结构呢，在阴湿的种植环境里，更可以让土壤保持良好的透气性啊。没有事先经过浸泡的种子呢，种子越大颗，通常就要覆盖的土壤越厚哈，来促进发芽。撒完种子覆盖上土壤后呢，虽然这里土壤比较潮湿哈，但是因为土壤已经翻松过了，仍然得进行高湿度的浇水啊。从浇下的水呢，马上就可以渗进去土壤下层哈，这就是团粒土壤结构透气的表现啦。但是阴湿的环境有一个好处哈，只需要浇一次水就可以了啦。至于为何一样种植区又可以随处取水哈，这就是片头修整瓦片处呢提供的自然取水效果啦。经过4天后呢，由于此处日照很低，环境相对阴湿哈，就只在播种时呢进行一次浇水啦。大陆妹与菠菜就已经有出芽的现象了啦。在经过9天之后呢，菠菜出芽与长大的情形就更明显了。而因为这是将这区块的种植区都进行浇水哈，所以杂草也跟着生长出来了。对于湿黏的土壤呢，杂草可以让它长高一点，再处理就好哈。而右侧大陆妹则是采用小区域育苗的方式啊，浇水的效应非常明显啊。杂草出现的位置主要就在育苗处了，而这也是为何前院在走到防草设施还没有做好之前，不敢贸然蔓延的原因啊。在进行移植前呢，来修正一个浇水的观念哈。很多时候呢，都会习惯看到土表干了就急着浇水哈。然而湿黏的土壤呢，虽然土表看起来是干的啦，这一旁已经10几天没有浇水哈，下方的土壤一样保有很大的湿度啦。所以有时候呢，浇水前可以挖一下土壤哈，
尤其是在冬天时呢，土壤表面干了只是被风干了啦，而不是晒干了虽然这幼苗还很小但是湿黏的土壤对于保护好细根会更容易简单挖起幼苗呢，根系就可以带起粘紧的小土团了。至于为何要在幼苗这么小就进行移植主要是这里种植的作物很单纯个人只会几天才过来看一遍移植完呢就可以直接让它放养就好了。而虽然此处的土壤比较潮湿但是移植完还是得进行浇水浇水的过程呢，可以看到水马上就可以渗下去了要制造土壤湿而不黏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挖松土壤时不可以把土壤敲得太碎团粒结构的土壤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提供足够的缝隙，让下方的土壤较为透气如果把土壤敲得过于细碎呢，土壤很容易就会出现板结的现象。有机会的话呢，遇到田间菜价崩盘现场采收特卖时呢，就可以顺道看一下田间大量种植的溪地呢，土壤都是维持很大的团粒结构了，不但没有打破团粒结构，还使用慢捏的方式让水由下往上吸上来了。而这天拍摄的时候，刚好看到平时日照的状况前方会有比较多的日照了。作物生长的速度也明显较快，在经过4天后呢，菠菜接受到较多日照的位置呢，生长速度的差异就又更明显了。虽然菠菜可以用割取的方式反复采收但由于这是刚做好的菜地建议采用拔取的方式这样会更方便将伴水长出的杂草再做一次清理右侧的大陆妹由于是利用播种移植的方式在移植前又将菜地杂草清理一遍清理过一遍的效果呢，就可以发现杂草的数量少了很多了。而原来播种位置经过移植后呢，又进行了玉米与结头菜的育苗，算是完全没有浪费掉这独立的种植空间最后是利用自然现象自动取水的方法了，但是有个前提一旁要有年久失修的河道经过了。如果离河道比较远呢，则可以采用虹吸现象取水而此处被一堵墙把河道空间隔住采用的方式呢，是在内部挖一个比河道还低的凹槽这位置离河道约有2公尺个人还曾经在这水槽里捞到泥鳅了。由于现在是刚好休耕期外面河道正在进行清淤修整的工程了，所以也趁机利用瓦片来修整改善一下储水槽采用自动进水时呢，水槽底下会出现一个现象土壤会不断崩落了，导致呢凹洞越来越大但是水越来越浅了，所以才会发现日前浇水时呢，舀起的水并不清澈，而带有泥土了。正常而言呢，水槽里的水呢，因为有约2公尺宽的土壤过滤理应要非常干净才是这改善的方法呢，如果没有瓦片的话可以摆入挖掉底部的容器来卡住水槽底部，以避免土壤崩落了。而现在示范的方式呢，则是再度利用多余的瓦片处理将瓦片卡进卡榫后呢，原本摆在屋顶上，瓦片下方建议反向朝上瓦片在屋顶朝上的一面呢，则建议朝水槽内部了。这样会比较容易摆设之外呢，也会对土壤的吸附力会比较强。而瓦片外围的土壤呢，一定要填实可以减少降雨时呢，水从外围往水槽流，掏空缝隙中的土壤了。而这样施作后呢，就可以很稳定了。个人别处还有做双层瓦片的设计了，用了几年呢，仍然没有问题
当然，如果不放心水槽下方可以再补上碎瓦片进行加强支撑这样设置的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啦，多做几次呢，就会越来越顺手与美观了。谢谢收看。